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26号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西方媒体近乎称，这将是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在国外部署核武器。普京此时宣布这一消息，是应对英国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的反制措施吗？伊斯坎德尔 M 是目前俄军的王牌战术导弹，一旦进驻白俄罗斯，对北约方向将产生哪些威慑3月25号，普京在接受俄罗斯24频道采访时表示，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已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普京表示，从4月3号，我们将开始全体人员的培训；7月1号，我们将结束在白俄罗斯境内为战术核武器建造特殊储存库的工作。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已经帮助白俄罗斯重新装备了能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俄方还将一定数量的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转移到白俄罗斯。不过，莫斯科不打算将任何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移交给明斯克，只会将自己的武器部署到白俄罗斯。普京没有透露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具体时间，也未具体说明将部署哪些核武器至白俄罗斯。路透社称，这将是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在国外部署此类武器。1992年5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达成协议，将所有核武器都转移至俄罗斯。这一协议于1996年完成后，俄罗斯就未在外国领土上部署过核武器。近年来，由于波兰要求美军在其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白俄罗斯2021年底公布宪法修正案，删除了无核和保持中立等条款，消除了在法律上的拥核限制。外界分析认为，此次俄罗斯宣布战术核武部署白俄罗斯，这种核武部署模式的确类似于美国在欧洲所为，枪弹控制权分离，即搭载和能够投掷核武的战机属于盟友，但是核武按钮在自己手中。这些核武器、核弹头，它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这些美国的盟友使用的。这些弹头被称为看管弹头。根据军备控制和不扩散中心的数据，美国已经在欧洲的空军基地中有大约100枚核弹头，包括德国、荷兰和土耳其。2021年，俄罗斯曾呼吁美国撤回这些核武器，但遭到美国和北约的拒绝。普京对此回应道，必须确保俄白联盟国家和其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的安全，因此他承诺将向白俄罗斯提供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伊斯坎德尔 M 是目前俄军现役最先进的战役战术导弹，能携带常规弹头和核弹头，每台发射车可携带2枚导弹，可在1分钟内完成对2个目标的攻击，其打击距离为50到500公里，命中精度为5米。有美国军事专家分析，目前部署在俄罗斯近海沿岸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射程足以覆盖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德国和瑞典等国。如今，借由反制英国向乌克兰输送贫铀弹的契机，俄罗斯宣布战术核武伊斯坎德尔入驻白俄罗斯，对北约方向的震慑可想而知。那么战役战术核武器部署到白俄罗斯它其实首先是为了对抗和应对美国常态化部署在波罗的海区域以及波罗的海3国的进行经常性巡逻的 B-52，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战略上的威胁。那么其次呢，是为了应对北约在波兰等地进行了大量的集结，有大量的这个地面部队和这个空军部队被部署到了临近白俄罗斯的波兰以及呢立陶宛。针对俄罗斯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一事，美国方面反应似乎并不强烈，尤其是普京指出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这样做的说法，美国方面更是避而不谈。据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称，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改变我们核力量战备状态的理由，也没有看到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的迹象，我们仍然致力于北约联盟的集体防御。美国白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近年来，美国为了降低核武使用门槛，一直在大力发展低当量核弹。海基潜射型 W762早已服役，空射型 B6112也将快速部署欧洲。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报告称，美国在欧洲5个北约国家的6座空军基地存放了约100枚核弹。这6个地点分别是土耳其英吉尔利克空军基地、比利时布罗格尔空军基地、荷兰乌尔克尔空军基地、德国比歇尔空军基地、意大利盖迪布雷空军基地和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去年10月，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表示，强烈反对美军 B6112核弹加速入欧。他呼吁华盛顿将所有部署在国外的核武器返回本国领土。不过，美国完全不顾俄罗斯反对。美国政治报曾报道，一份外交文件显示，最新版本的 B6112核弹原计划部署时间应为2023年春天。但知情人士透露 ，B6112核弹实际部署可能早在2022年12月就已完成。看管核弹头，在美军认为必要的时候，分给这些国家进行使用。比如说德国之前呢是用狂风的这个战斗轰炸机去投放美军的核弹头。的未来，它已经订购了 F-35，那么这些 F-35其实首要的任务就是为了投掷美国的核弹头。也有分析认为，美加强对俄铁杆盟友白俄罗斯制裁，这或许也是逼迫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紧紧抱团的一个直接原因。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新的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该国官员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总统专机。美国财政部3月24号称，美国对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使用的波音737客机实施了制裁。这架客机被美财政部宣布为被冻结财产。美西方的经济制裁不断，军事威慑步步紧逼，令俄白两国紧紧抱团。有分析认为，其实客观来说，白俄罗斯就算开始拥核，力量还是很有限的。伊斯坎德尔 M 射程只有500多公里，部署在白俄的导弹系统最多只能起到威慑波兰和乌克兰的效果，还难以对北约整体构成威胁。不过，虽然俄白两国真正使用核武器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俄罗斯通过在白俄部署核武器，可以对欧洲国家进行施压，或许能使得俄乌冲突不会成为永久性的冲突。美国呢肯定会继续推进北约的东扩，北约的东扩进程呢也会跟现在的俄乌冲突交织在一起。那北约也是向这个周边的乌克兰周边的东欧国家不断的集结兵力，尤其是各种打击力量。那这些打击力量呢现在来看可能就会包括核武器，因为现在这个核武器进入到周边国家可能是一个秘密的状态，但是未来呢也不排除美国向东欧国家，比如说像这个波兰大量的公开的部署核武器，借以继续呢对于俄罗斯进行遏制和打压也包括白俄罗斯。日前，普京表示，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外界分析，这是俄方应对英国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的反制措施。请教一下杜先生，您是如何看？向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武器装备，不仅是回击西方国家贫铀弹，而是由于集体向俄罗斯施压所导致的战略压力，让俄罗斯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西方国家曾经在北约地区大量使用。美国目前在欧洲几个基地部署了数量不等的 B61-12核弹，而且和这些国家有核共享协议。一旦进行核突击，那么这些国家的飞机就可以使用美国存储在当地的核弹进行核突击。实际上，俄罗斯在效仿美国和北约的做法。如果现在把自己的战术核弹向白俄罗斯提供，特别是目前已经改装了10架战机，伊斯坎德尔导弹携带核弹头的手续已经基本就绪。那么这个状态下，俄白联盟会形成一个核联盟，这样对西方和北约的军事讹战，包括有可能的入侵行动，将会形成比较强大的反击能力。外界分析认为，伊斯坎德尔 M 是目前俄军最王牌的战役战术导弹。请教一下秦先生，伊斯坎德尔等战术核武器一旦进驻白俄罗斯，对美西方的威慑有多大？伊斯坎德尔作为一款陆地发射的弹道导弹，射程据说在500公里左右，还可以带核弹头。那么它显然不是为了应对贫铀弹，它的部署主要还是为了打击一些，比如说500公里左右射程的
500公里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些高价值的军用或者民用目标啊，是被他们来主要是作为重点的攻击目标。因此，这个导弹它部署在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或者白俄罗斯，它从这个攻击的范围来看，是可以覆盖波兰，包括德国境内一部分北约的重要的目标的。所以，它整个的部署，我个人认为还是为了应对整个北约的这种对俄罗斯压迫的这种态势而部署的。